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面主。今天我们讲一个无法解释的失踪案。一个乌克兰女孩在上海的外滩散步，她走出了一个监控的范围，却再也没有走进下一个监控，在监控盲点凭空消失了。人来人往的上海街道上，竟然连一个目击者都没有。女孩失踪了2个小时以后，有人使用了她的手机。失踪的第二天，她的朋友突然离开中国，放弃了事业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更诡异的是，在她失踪3年以后，有人在她失踪的地点附近见到了她。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失踪的女孩叫达利亚·布巴尔，1995年9月25日出生于乌克兰的敖德萨。18岁的时候来到了莫斯科，成为一名模特。因为她长了一张娃娃的脸蛋儿，类似于动漫人物，所以在亚洲受到了特别的欢迎。而她最喜欢的国家就是中国，她学会了中文，在台湾和上海都工作过很长时间。2016年4月7日，达利亚与上海一家模特公司签订了长期合同，未来几年她都会住在上海。达利亚是一个很乖的女孩，所以在国外的每一天，她都会打电话给家人。在电话里，她说她来到了一座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，请他们不要担心自己。她与另外2个女孩合租了一间公寓，位于上海北宝兴路660号附近。4个月以后，8月5日星期五，她像往常一样又给爸爸打去了电话。她说最近很奇怪，有陌生人不断给她打电话，约她去酒店见面。而他去了酒店，电话里的男人又不出现。之后，他与爸爸聊起了天气。他说，下个星期上海会刮台风，不过他会去另一座城市拍摄，那里不像上海，是一个偏僻的地方，网络也不是很好。这次通话是达利亚最后一次与家人联系。当晚，达利亚又去了酒店，位于世博大道与世博村附近的某假日酒店。第二天，达利亚约见了一位朋友，叫阿列克谢。他刚刚从莫斯科来到上海，住在达利亚租的公寓附近。于是，在凌晨3点，达利亚从酒店出发，赶往北宝兴路。他的路线是先沿着江堤散步到东方明珠附近，再选择从隧道或者乘船过江。到了江对岸，打车返回自己的公寓。达利亚穿着粉色连衣裙，背着一个黑色背包，戴着耳机，一路蹦蹦跳跳，走到了东昌路渡口附近。在这里，他过了江，然后又沿着江堤向外滩观景台方向走。凌晨5点10分，他就在这段江堤上消失了。而此时的外滩已经有了行人，但是却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女孩发生了什么。8月7日，家人联系不上达利亚，于是联系了他的2位室友。他们说，最后一次有人见到她还是在假日酒店。达利亚已经2天没有回来了。虽然他们也是模特，但是达利亚的拍摄计划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达利亚去哪儿了。于是家人联系了乌克兰上海领事馆，报告了达利亚的失踪。副领事伊戈尔·沃多拉日斯基在8月8日星期一赶往虹口警局报案。警方在接到报案后，通过副领事伊戈尔安抚了达利亚的家人。警方说，这是第一次有外国公民在上海发生失踪案。上海是全世界摄像头最密集的城市，每50米就有一个具备智能识别的监控，只要达利亚还活着，就一定会找到他。警方搜索了与达利亚有关的所有地方，甚至还检查了医院的停尸间，不过没有找到达利亚。移民局也回应说，达利亚并没有离开中国。那么很快，达利亚失踪的第一个版本就出现了。达利亚是选择自我消失的。在监控里，警方注意到达利亚很兴奋，戴着耳机，边走路边跳舞。这似乎是受到了某种药物的影响，很可能他靠在了围栏上，失足或者自愿的落入了黄浦江里。而这个围栏的位置又恰巧处于监控盲区。对于溺水的猜测，上海水警立刻做出了回应，他们搜索了黄浦江的江底，没有找到达利亚。表面上看，黄浦江是向海洋方向流动的，但是在一些河道的交汇口或者桥墩附近，江水流速和方向并不确定。这些回旋水流形成了涡曲，水中的漂浮物会聚集在某些地方，而达利亚失踪位置的下游就存在这种区域，比如说杨浦大桥附近。那么达利亚如果真的落水了，即使找不到他，也能在水里找到他的背包吧？水警检查了类似的水面区域，并没有发现达利亚，也没有找到他的任何物品。警方给出的猜测是，达利亚的背包可能被来往的船只挂住了，然后达利亚被一起带到了公海，所以黄浦江里一直没有什么发现。对于目前的调查结果，达利亚的家人一时无法接受。达利亚的爸爸想亲自来上海寻找女儿，不过考虑到中国与乌克兰之间的国情并不一样，正在侦办的案件信息是处于保密状态的，而这位情绪激动的父亲很可能会干扰破案过程，所以官方建议达利亚的父亲暂时还是不要来上海。但是这位父亲依然坚持通过领事馆提交了一个召回申请，在达利亚失踪的2个月以后来到了上海。上海警方也破例，
让达利亚的家人看到了女儿失踪前的监控镜头。这对父母看到女儿沿着江堤走，然后消失在2个摄像头之间的盲区里，他们也没有什么新的线索。那么达利亚真的是受到药物影响，选择自我消失了吗？达利亚的家人否认了女儿有不良嗜好，在查看监控的时候，现场有一位心理学家，他也认为达利亚的行为是正常的，没有受到任何药物的影响。达利亚的父亲见到了模特公司的老板和达利亚的朋友，朋友们说达利亚最近过得很不错，她恢复了身材，减轻了体重，是炙手可热的模特。公司的老板也说，如果发现了达利亚有任何问题，他们会立刻送达利亚回家的，因为对于公司来说，模特的管理非常严格，所以达利亚的失踪可能另有隐情。达利亚所在的模特公司印刷了关于达利亚失踪的传单，雇人去地铁里分发，还在达利亚居住的小区附近张贴寻找达利亚。不过公司的这些努力并没有带来什么结果，那么达利亚的失踪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解释呢？与达利亚失踪巧合的是，他有一位男性朋友，叫做帕维尔·东古扎什维利，是一名男模。达利亚第一次来中国时认识了他。这次达利亚来到上海工作，恰巧帕维尔也在这里，两人经常出双入对，被很多人见到过。不过帕维尔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男模，他还给一个中国的女孩做情人。帕维尔在中国已经工作了5年，却在达利亚失踪的第2天，也就是8月7日，突然回到了祖国格鲁吉亚，放弃了中国的事业。在达利亚父母返回乌克兰以后，帕维尔联系了他们。据他说，达利亚欠自己一笔钱，如果达利亚的父母肯将这笔钱给他的话，他就说出达利亚究竟遭遇了什么。救女心切的父亲不管帕维尔是不是在撒谎，将这笔钱给了他。于是帕维尔说出了达利亚失踪的第2个版本：绑架。帕维尔发消息说，他的中国情人见到了他与达利亚在一起，非常吃醋，于是找来自己的哥哥。他的哥哥知道在哪儿能找到达利亚，也了解哪里有监控盲区，所以他们绑架了达利亚，却没有留下任何证据。不过达利亚还活着，他只是被关在了某个地方，被强迫做一些事情。达利亚的父母第一时间将这件事通过领事馆告知了警方。在帕维尔得知警方介入后，立刻推翻了自己的说法。他说这一切都是自己编造的。虽然警方并没有追究这件事，但是媒体的注意力却被引向了达利亚的感情生活。很快人们就在达利亚的模特公司里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男同事，他竟然将达利亚的样子纹在了自己的手臂上，并且在他的耳朵后边纹着一个与达利亚一模一样的心，甚至连位置都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位男同事每天与几十位模特一起工作，他为什么偏偏选了达利亚呢？这与达利亚的失踪有什么关系吗？关于这些问题一直是一个谜。达利亚是在凌晨5点10分消失在监控里的，而2个小时以后7点45分，达利亚的社交平台显示达利亚的账号上线了，并且停留了15分钟，在8点下线。1个星期以后，达利亚的账号再次被登录 ，IP 显示他不在上海，而是在中国的另一座城市杭州。达利亚的家人记得，在失踪前，女儿由于工作的缘故的确去过杭州。他们认为，假如女儿真的被绑架了，那么她登录自己的社交账号很可能是为了与外界联系，寻找帮助。于是他们立刻上报了此事。不过警方认为这条线索并不重要，账户可能是被其他人登录了。达利亚的家人表示，他们从来没有将达利亚的社交平台账号密码交给任何人。那么究竟是谁登录了达利亚的账户？这背后又隐藏了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？在这次登录后，达利亚再一次失去了踪迹，直到3年以后，2019年8月25日下午4点45分，达利亚的社交账号突然显示在线，这马上引起了警方和达利亚家人的注意。警方认为这次登录并不是达利亚本人登录的。随后，达利亚的姐姐也登录了达利亚的账号，想看看达利亚是否与谁发了消息，但是没什么发现。可就在同一年，几乎就是在这次登录事件发生的同时，达利亚失踪的位置附近有一间酒吧，是达利亚失踪前和其他模特常来的酒吧。达利亚的多位同事都声称在这里见到了一个女孩，长相酷似达利亚。他们叫了达利亚的名字，这个女孩也回应了，但是马上来了2个壮汉将达利亚架走。这几位同事说，达利亚的状态十分不好，似乎是吸食了某种药物。通过这几件事情的分析，有人猜测达利亚很可能还活着，只是被关在了某个地方，自由受到了限制，而且他很痛苦。虽然达利亚是乌克兰人，但是在俄罗斯，网友们为达利亚募集了一笔钱，用于调查达利亚的失踪案。
家人和志愿者们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寻找达利亚。2022年12月21日，在俄罗斯的社交平台上突然出现了一个与达利亚同名的网络账号，他发布的内容令人毛骨悚然。在这个账号里，不但有很多达利亚的私人照片，还有一些让人感觉很奇怪的视频。同时，频道里还公布了一些私人的聊天记录，谈论的都是与达利亚失踪相关的内容。但是没人知道这个账号是谁在登录，账号里的资料又是在哪儿获得的。2023年8月26日，这个账号又突然的停止了活动。到目前为止，没人承认这个账号与自己有关。达利亚的家人也向通灵者寻求了帮助。来自乌克兰与俄罗斯的10几位通灵者、巫师、女巫和占星家都向达利亚的家人保证，达利亚还活着。其中，来自乌克兰通灵之战的索菲亚说，达利亚只是被某个有权势的人囚禁了。另一位来自俄罗斯的通灵者加琳娜·杨科则说得更为具体，他的特长是千里眼。他说自己并没有在死者世界中看到达利亚，他确定这个女孩还活着，因为她的寿命很长，会活到80岁。他还说，达利亚那天在江边被人装进了袋子里，放到担架上抬走了。他被装上船运到公海，最后在某个阿拉伯国家与一个身材高大的有钱男人在一起。这个男人有很多妻子，达利亚被安置在一个类似后宫的地方。达利亚在这里的生活很平静，而且还有了自己的孩子。达利亚的失踪到今天还是一个悬案，没人能够解释他是怎么在人来人往的上海外滩上消失的。这里是俄罗斯调查，我用照片讲述真实的故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再见。